今天这支影片，我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有效率的学习事情。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经验，就是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投入新的领域，学习一项新的技能，但是好像都没有很明显的成长，或者是学过之后就忘记了。我自己在人生中是有无数次这样的经验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意识到学习效率很重要，是在我18岁的时候。那时候我在考大学，那你也知道考大学要读国英数物化生历地工，所以我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记忆大量的科目的内容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会去思考怎么做才能够让学习更有效率，可以让我投入的所有时间都能够得到回报。那当然在大学毕业之后啊，真的脱离了学生身份，我觉得又有更多的事情要兼顾。到了这个阶段，想要从零开始去学习一项新的技能，又变得更加困难。因为我对于如何学习这件事情很有兴趣，所以这几年我也看了不少如何快速学习、有效学习的书，还有之前我读台大的时候啊，也会问一下身边的学霸，到底大家都是怎么学习的。我发现啊，在这么多的学习方法之中，有一些基本的通则，不管是用在读书上啊，还是你想要学习新的语言或是新的技能，都还蛮适用的。所以今天就是想要把这些通则加上我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。我有时候会想，要是我在18岁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这些道理，应该可以省下很多很多的时间。那学习这件事情，就是将不是你的吸收内化变成自己的东西。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有2个重点，第一个就是如何吸收资讯，第二个重点就是如何内化、消化这些资讯，让它变成你的。我们要怎么吸收资讯？我觉得有2件事情可以去注意。第一个就是最好只吸收必要的资讯，然后要大胆的放弃其他不必要的资讯。那要怎么样去判断这个资讯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？这就要看你的目标是什么。举个例子哦，比如说我想要学日文，那我学日文的目的是为了跟日本人交流，我希望我可以说出一口流利的日文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应该要多去找那种日文的绘画课啊，然后我可以多看日剧，或是去找一些生活化的日文频道来看，而不是去读日检的参考书。那相反呢，如果你的目标是想要考日检，我想要考到 N1， 那我就看日检参考书，我还可以去翻阅日检的历届考题。我觉得在一开始学习之前，自己设的目标要非常的明确，先清楚自己学习的目的是什么，根据目的我们再去采取不同的手段。像我自己一开始在学日文的时候，也是很漫无目的的。其实我也不是真的很需要考日检，可是我就是会想说，大家好像学日文都会考日检，那我就也朝这个方向准备。但是就会变成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背日检的单字。可是我实际认真想一想之后，我发现我学日文最主要的目标是希望可以说日文，可以跟日本人沟通。日检的单字其实不一定是生活中常用的。那第二件我想要说的事情，就是在吸收资讯的过程中，一定要非常的专注。我相信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。像我以前上课啊，可能比如说一门课3个小时好了，如果我只是很放空的听课，3个小时过去了，你问我，刚刚3个小时上课你学到了什么？然后我也有点回答不出来。那这样子那3个小时不是很可惜吗？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，其实不是真的有在思考老师在讲什么，可能就只是很被动式的听，然后抄笔记。所以我觉得要注意的就是老师讲的每一句话都要仔细听，或是自己在看书的时候每一句话都要一边读一边思考，确定自己有真的读懂他的意思。
那回到我刚刚说学日文的例子，我想要学的是生活的日文，那我可能就会去看日剧嘛。那我在看日剧的时候，我就不会只是很被动的看剧，然后很享受这个剧情。我会选择把注意力放在每一句的台词上，然后一直按暂停，确保每一句台词我都有看懂。那有不会的单字我再去查。当然有一些人会看很多很多的日剧，这样子耳濡目染之下，一定是会有那个语感，一定也会学到东西。但是我觉得就效率来说，如果只是放空的看半个小时的日剧，跟很专注的花半个小时去看日剧里的台词，我觉得后者的效果会更大一些。那说完吸收的部分，再来就是内化。如果我们只是吸收资讯，但是没有好好的消化的话，那就是会忘记。所以要怎么样加深印象，避免自己忘记所学的资讯呢？也是有2个点要分享。第一个就是要输出和回想。输出就是说出来、写下来、教别人，或是实际的去操作。好，比方说我想要学做菜好了，第一步当然是先吸收资讯嘛，那我就先看食谱，然后很认真的把食谱看过，直到我觉得我大概知道怎么做了之后，我就把食谱放一边，然后马上实际的操作看看。那操作的过程中，我一定会遇到一些步骤，觉得想不起来下一步是什么，那这个时候我再回去看食谱，确认了之后就放到一边，然后再继续的操作，一直重复这样的一个过程，这样的学习效率就会好。那如果是效率比较差的学习方法，可能就是一直看食谱，但是都没有实际的去做料理。第二种就是一边看一边做，然后从头到尾食谱都放在前面，完全没有思考，就是看着食谱说第一步是什么，然后就一边做，然后再看第二步是什么，然后做。这样子乍看之下好像没有问题，但其实当我们没有食谱的时候，就会很难想起来该怎么做，这个东西就很难内化成自己的。这就像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一个大路痴，然后我每一次走在路上，我都一定要拿着 Google Map， 然后看着 Google Map 我才可以走到我的目的地，就是我的方向感很差。为什么会这么差？也是因为我一直都不训练我自己，我每一次就是很懒得去思考说我现在人在哪里，我应该要怎么走才会到，我都不去想。但是有一次我跟我妈妈出去旅游，然后我妈妈就有点看不下去，因为我连非常非常简单的路我都会记不住。然后那一次我妈妈就跟我说，你先不要看地图，然后她就跟我讲那个观念，说那个地点是在什么样的方向，这个区域的街道名称是怎么样，比如说1条、2条、3条。然后他还会考我说，好，那如果我们现在想要从这里走到另一个地点，你现在应该要左转还是右转？然后我就要想一下，应该是左转。对，答对了。所以我妈妈这样子引导我，训练我去思考，其实我还是可以做得到的。但是就是因为我每一次都依赖 Google Map， 所以它就永远不会是我的东西。那回到刚刚我说的做料理也是，如果我从头到尾都一直拿着一个食谱，我都没有去思考的话，有一天没有食谱了，我就会忘记怎么做这道菜。再来最后一个重点，我们想要加深印象，除了要输出之外，还要不断的重复再重复再重复。重复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，但是我以前不是很完全的明白这件事情，一定要不断的重复，直到别人问我，然后我完全不用思考都可以回答，反射性的回答，它才会成为我的东西。我一样举刚刚做菜的例子我想要学做菜，那我有2个做法。第一个做法是我一天学1道料理，那我1周就会学7道料理，对不对？那另外一个做法是我1周只学2道菜，每一道菜我都花3天的时间重复的煮好几遍去操作。如果我每天都学1道菜，都很急着想要去学新的内容，到最后我可能就是每一样我都只记得一半。但是如果我1周只学2道菜，每一道菜我都花3天的时间不断的重复
看食谱，然后实际的操作，这样子去练习，可能我就可以好好的把这2道菜都学起来。有时候我们会太急着吸收新的资讯，但是学习的目的是要能够记住，可以成为自己的东西，所以要慢慢来，不断的重复练习，才能够内化成为自己的一部分，不要让自己的学习消化不良。以上就是我觉得想要达到比较高效率的学习基本通则。最后我想要说，我觉得啦，当我不再是学生之后，我觉得这才是学习真正的开始。我可以去学任何我喜欢的东西，那人生也应该是不断的学习跟成长。我自己在学习摄影跟剪辑，这完全就是我自学的。我在最一开始选择在 YouTube 发影片，也是因为我想要练习简单的摄影跟剪辑。如果我只是在网络上看影片，可能就也没有办法有很明显的进步，所以我才会开始剪片。然后做影片的过程，我就可以学习做这些前置跟后置，怎么调色，怎么上字幕，怎么配音效，这些都是我一边做一边学的。那因为这是我喜欢的事情，所以我也学得很开心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这些观念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是我觉得要实际的执行还是有一点难度的。我也还在学习中。那大家如果有什么觉得很不错的学习技巧，也都可以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更好的人。那就这样咯，谢谢你们看到最后。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